大家好，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上次我给我爸爸媽媽做了我非常拿手的台灣全酒燒酒雞，得到他們的一致好評。所以今天我要放大招，我要給他們做我從台灣澎湖湖景帶回來的亮哥親手釣的，秀珍姐親手晾曬的我最愛的臭肚魚乾。等我吃完這個人參果，我就要給他們放大招了。人參果可好吃了。我為啥愛吃人參果呢？因為我覺得它和蓮霧差不多，都是脆甜多汁，但是呢又不是非常的甜，就是那種稍微的甜，我覺得好吃的。這次我去台南，秀珍姐不是給了我一大包的臭肚魚乾嗎？那是我最愛，然後還有富貴愛吃的鹹小卷乾，還有蝦乾，我都帶回來給我爸媽嘗嘗。今天我就要用這3樣澎湖海鮮就地取材，看看家裡待會兒有什麼菜，給他們做一桌美味的湖景海鮮。這麼漂亮的臭肚魚乾，哦，天哪，太漂亮了，太好吃了！這裡邊是一包，裡邊是4條。秀珍姐幫我分裝的時候有3條的，有4條的。我今天我們3個人吃，我就下血本來4條。這個要泡一下，要水泡一下，我要把它剪開，剪成一段一段的，然后泡水。鹹小卷乾和蝦乾也要泡一下。我之前在美國做臭肚魚乾的時候，不都是做的口味稍微重一點，我會放豆豉，然後會放比較多的辣椒。因為它真的很下飯，也很下酒。但是我今天給我爸媽做呢，我準備嘗試比較清淡的口味，讓他們第一次吃臭肚魚乾就能知道這個臭肚魚乾的它這個本味兒是啥味兒。好，我們把它泡上水，泡20分鐘就可以。這個鹹小卷乾我泡了半包，那天可有意思了。我帶回來的時候，我媽說這是啥呀？我說這是秀珍姐曬的鹹小卷乾，就是魷魚乾。然後我媽直接拿了一個吃，這啥呀？吃不了。我說這個是要做成菜的，它要泡完了以後炒到菜裡，它會特別的 Q， 吃起來和新鮮的魷魚是味道是不一樣的。我媽以為是那種就有點像魷魚絲、魷魚條、魷魚乾就那種零食一樣，然後我們就直接嘗了一下，說這是這麼吃嗎？我說這不是這麼吃。富貴非常愛吃秀珍姐這個鹹小卷乾，所以她這次給了我好多包，20包還是15包。這些乾貨都泡上以後呢，我來準備配菜。蘆筍來炒鹹小卷乾，然後絲瓜我們來炒蝦乾。這幾天逛市場不是一直都看到新鮮的香椿嗎？現在正好是吃新鮮香椿的季節，所以我打算用它來煎個蛋。這個也是我在美國買不到的新鮮的香椿。然後還有這個是上次跟大家說的獨頭蒜，上次我有在哪期視頻裡和大家說過這個獨頭蒜，大家都說沒有見過獨頭蒜，所以我今天打算用它來炒這幾個菜。獨頭蒜呢，它就比其他的大蒜要辣。它為什麼叫獨頭蒜呢？因為它裡邊剥開它就是一塊，它沒有那個瓣兒。獨頭蒜，它剥完就是一個頭。說好像這個獨頭蒜用普通的大蒜就可以種出來，普通的大蒜瓣要小一點，然後它好像是温度啊還是什麼的原因，它會就是讓它不分成瓣儿，在種植的過程当中不分成瓣儿，就变成了独头蒜。所以我打算回去試試，看看。这就是一個獨頭蒜，看這獨頭蒜胖胖的，像個白饅頭一樣，小饅頭一樣，有沒有？超級可愛啊！獨頭蒜，這個我覺得是不愛扒大蒜人的福音，它不用一半一半的扒，扒完了它就是一個頭。然後據說這個蒜呢，它好像它更辣一些。這個獨頭蒜是不是就是那個做黑蒜的那個獨頭蒜呀？對，這獨頭蒜要是美國有賣就好了，但這個好像產量很低，它得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溫度啊什麼的，肥啊什麼好像都還蠻有講究的。這是一個頭。大家平時都是怎麼處理這個蘆筍的？我原來剛出國的時候，我就是因為它底下有一段老的嘛，我就掰一掰，它只剩下的就肯定是嫩的，因为一掰的話，它老的它就是掰不动，它只要是掰掉的，它一定是老的就掰掉了。後来我发现好像有點浪費，因為有的時候掰掉的不僅是老的，還嫩的也會被掰掉。然後後來我就把它根部切掉，然後外邊的這個皮給它削一削，這樣能避免浪費。
我媽剛才進來跟我講說，削這個皮如果這麼削的話，它容易斷，然後放在這個板上削的話呢，就不容易斷。這都是經驗呀。然後待會兒再把這個尾巴一切就可以了。這些就是我們今天午餐需要的所有食材。我們現在已經把它們洗乾淨了，现在把它們切一切。我在這兒切配菜。王跑跑伸着個小舌頭在這等吃的，這小狗狗真的是超級可愛，是不是？世界上不能，你看它不好意思了，它在這站了半个小时，我一拍它都不好意思了。你是不是不好意思啦？你讓叔叔爺爺們看見你在這等吃的，你不好意思啦？王跑跑和藍精靈壯不一樣，王跑跑是一個有自尊的小狗。有的時候我一拿起手機來，然後開他玩笑，他就扭頭就走了。藍精靈才不在意這個呢。我開始切這個禿頭蒜了，把它一切為二，嘗一下它是不是比普通的蒜要辣。是辣一些。今天咱們這些菜呢，有幾個菜是需要焯水的，一個呢是蘆筍、冬筍、五花肉，還有我們的香椿。新鮮的香椿是一定要焯水過後才能繼續來煎蛋呀、炒蛋之類的。它在不焯水的情況下，它是有毒的，必須要焯水，等它變色了以後才可以繼續的料理。那我們就用這一鍋水來焯它啊，從味道淡的開始焯，從蘆筍開始焯，然後焯我們的冬筍，冬筍焯完了再焯香椿，香椿完了再焯肉，這樣就不浪費這一鍋水，主要還是懶。蘆筍裡邊會有草酸，所以要焯一下水。這樣我焯完了以後，待會兒和木耳還有蘿蔔都焯完水，待會兒一炒一過油就可以出鍋。新鮮香椿的味道真的好香啊！香椿焯水之前呢，它是紅色發紅的，然後焯完水它就變成綠色的了。你看就變成這種綠顏色的，這就可以了。然後我們把冬筍放下去。我準備用它來燉個肉，燉個五花肉。好，五花肉也焯完了，我們把它撈出來。我們把這個五花肉稍微清洗一下，把那些蔬菜也稍微的用涼水沖一下就可以了。焯過水的這個香椿呢，現在就可以把它這個頭切掉，然後剁碎。我在這切香椿啊，我就想到我原來在洛杉磯住的時候，我買了2棵香椿樹，就是華人培育的那種香椿苗啊。它雖然不是那種特別大的樹，但是它每年也能給我出點新鮮香椿呢。但是，嘿嘿，我這不是從洛杉磯搬到 Vegas 了嘛，然後我就把這2棵樹隨着搬家一起搬過去了，被熱死了，直接嘎了。我從洛杉磯搬去 Vegas 了好多植物，都不行了。所以我回來，每次回來，如果是春天能趕上下新鮮香椿的話，我一定會就是吃到飽，吃到爽。我們現在開始做飯啊，先來做五花肉。五花肉先每一面給它煎一下，逼出油脂，我們再來往裡放料，然後我們往裡放上蔥薑。我家這個火，別看只有2個灶，比我在美國的那個爐灶那個火旺多了，它這個火特別大。然後我們往裡烹點米酒，然後我們往裡加一點我媽的古法醬油，因為它顏色比較深，就代替了老抽。豉香型，然後就加入一點我黑蒜蒜的瑞春醬油。瑞春醬油呢，它都是有點偏甜口的，所以我沒有去炒糖色。我們把它轉成小火，讓它燉煮一下，也不需要再額外加鹽了，因為我加了2種醬油嘛。等它燉煮個半個小時，我們再往裡加入冬筍，
现在我们来炒其他的菜。哎呀，王泡泡嘞，给你煮了点胡萝卜。也是爱吃菜菜的小狗哈，爱吃菜菜。真乖。我们现在来炒菜，第一道菜是丝瓜和我们的蝦乾，放入蔥花和蒜末，蝦乾下去，加入絲瓜，翻炒一下，我们往里加入热水，盖上盖子炖煮一下。絲瓜炖軟了以後，加點鹽，加點白胡椒粉調味就可以。但是因為我們家沒有白胡椒粉，就加點鹽就可以了，因為它本身就已經是非常鮮甜了。絲瓜，鍋稍微涮了一下，我們來做第二個菜——小卷乾炒蘆筍。大蒜下去，小卷乾下去，哇！然後我們焯過水的蘆筍也下去，燜煮一下。這邊我們的五花肉燉的也差不多了，然後我們把冬筍放進去，小卷乾稍微燜煮一會兒，也出白色的湯了，這得多鮮啊！好，我們加一丟丟的鹽調味就可以出鍋了。下一道菜我們做香椿煎蛋，剁碎的香椿裡面打上雞蛋，加一點點鹽調味就可以了，不需要加別的。打了8個小雞蛋，我們家好像沒有這麼大的盤呢。把它弄碎了吧，變成炒蛋也可以。煎蛋絕對了，得多香啊！我放了這麼多的香椿。最後一道菜是我們的重頭戲啊，臭肚魚乾。煎完蛋的鍋我也沒洗，就直接可以做。那臭肚魚乾呢，就要放比較寬的油，因為要先煎一下，把它每一面都煎到金黃。才比較好吃，它的這個肉質才比較 Q。然後就是我最愛的臭肚魚乾。下鍋以後呢，先不要翻動它，讓它靠近鍋邊、靠近油的地方呢，先讓它變緊緻，定一下型。紅燒肉放大一點火，讓它收一下汁。把它煸到金黃。對，臭肚魚乾真的是我最愛的一道菜。我第一次在秀珍姐家是去年過年，我過生日的時候，咱們辦桌，然後是三妹炒了一個，我就一下子就愛上了。然後我就又自己發揮了自己的做法，然後還吃了在湖景的時候還吃了秀珍姐做的做法。我們3個人做法都不一樣，然後我的這個口味也是隨着做法也是隨着。給我做、給富貴做和給我爸媽做也會稍有些不同，因為它真的很萬能，怎麼做都很好吃。煸到非常的香了，讓它每一面都煸到位。我非常期待讓我爸嘗嘗這個臭肚魚乾，因為我們海邊嘛，就很少是會吃魚乾這種東西，都是就是吃鮮魚。我從小到大吃的也都是吃鮮魚，但是這個臭肚魚乾真的是改變了我對魚乾的看法。每一面都差不多了以後，我們往裡放入薑片、大蒜，很多的大蒜，因為這個大蒜炒完也很好吃，所以你把所有的大蒜都放進去。蒜爆香以後，我們往裡加入米酒，絕了！聽這個聲音就知道它有多絕。哦，天哪！我和富貴在家吃的時候，我就不再加水了，因為我們倆喜歡吃乾的。然後呢，今天呢，我是按照
秀珍姐一開始最初教我的辦法，往裡加一點水，讓它稍微燉煮一下，讓它這個魚的鮮味融到這個湯裡。紅燒肉也做好了，它的汁兒，湯汁兒收的差不多了。油亮的紅燒肉燜冬筍。哇，看看咱們這臭肚魚乾。因為秀珍姐自己做的這些魚乾啊，還是小卷乾啊什麼，它都不会很鹹，所以可以放心的吃，可以放心的調料，但是也不需要加太多，因為它本身已經夠鮮了，加一點點鹽就夠了。調色用的配菜擠進去，撥楞就可以出鍋了。哎呀，這是我們的午餐，吃飯，開飯。辛苦了哈！不辛苦，不辛苦。看這個菜不錯哈，不錯哎，色香味都很好。这個我待會兒要好好給你們講講，這都是怎麼來的。哦，好。我最近很愛喝黃酒，熱了的黃酒。然後我主食是吃槓子頭火燒，槓子頭火燒它上面寫了個香，就是非常硬的火燒。這個呀是小卷乾，就是魷魚乾，就是一拿回來，俺媽先吃了一口。這個必須要泡了，然後炒菜。哎，這泡了好吃了。泡了好吃，新鮮的，口感是不一樣的。這個是 QQ 的口感。對。尝這個，查熱。哦呦，那塊大花油。哎呀，這個是春。对，我就要春。真好吃哈。那不錯哈，這都是我的拿手好菜。比飯店的好吃。你知道為啥？我們什麼也會做。這不得遺傳你倆了嗎？重口酒。这個油好吃。又好吃哈。這黃酒真好喝。這個魚乾，它每年是限量的，就只有冬天的時候，東北季風的時候才有。因為呢，這每一條都是亮哥，就是秀珍姐的老公，一條一條釣上來，然後呢，秀珍姐給它弄乾淨了以後晾的。它晾呢，必須為什麼只能冬天晾？因為其他時間有蒼蠅，秀珍姐有潔癖，秀珍姐專門就是做魚貨生意的，他們家可乾淨了，就是一點魚腥味沒有，都弄得可乾淨了。我就是自從吃了這個魚乾，我就覺得特別好吃。這是我亮哥和我秀珍姐的心血啊，每一條。自從我愛吃了，我說我愛吃，他也不賣了，都給我了，是不是很好吃呢？我和富貴在家吃，我都會再弄得乾一點，很下酒這個東西。在飯店這就是應該放點辣椒。對，應該放點辣椒。一炒吧，爆炒。它這個你看那個糖都是白糖。我和富貴平時喝不了太多酒，就是如果有這個，我倆能喝好多。就是很好的下酒菜。對，開心。哎呀，吃過你這很香。蝦乾咱們這兒有，但是這也是秀珍姐的心血，也都是他自己曬的，好吃哈。你這三個，你覺得哪個海貨最好吃？魚挺好的。那魚吧。俺說絲瓜做這個也不錯。絲瓜做的不錯。這個也挺好的。這也挺好的。鹹小卷乾是富貴的最愛，特別愛這個。這個也有的。好吃。但是這個味道和這個不一樣。味道不一樣吧？嘗嘗這個吧。哎，對，這個是我最期待的，因為我在美國吃不到，這些都是我在美國吃不到的，都是我自己從澎湖背的。這個魚。是吧？有點味兒哈。有點香椿味兒。香椿味兒，我放了香椿朵。這槓子頭火燒，它雖然上面寫着香，但是它沒有小時候吃的那個麥香味兒那麼香，但是它依舊我非常喜歡，因為也是吃不到。我昨天和我媽去超市，我說我就想吃個槓子頭火燒，這個東西能打人，非常的硬，非常的噎人，因為它非常的實在，就是一層一层。它這是發面嗎？半發面。半发面。噎人，就是得一口一口吃，要不然太噎了。我給爸爸媽媽能做飯，我做顿飯吃，我很幸福，感到非常幸福。出去老多吃那麼好的東西。咱自己做的用的食材啊什麼的，
關鍵是愛都在裡邊了。对，我给大家看看我们山東家庭每個人的主食都不一樣。我吃的槓子頭火燒，我媽吃的這是什麼餅，也不知道這是啥餅，雪梨餅。然後我爸吃的這種發面餅，每個人吃的都不一樣，這就是碳水大省，碳水大省。对，以後我還要多給我爸我媽做飯，多做我拿手的好菜。好，來，謝了。我爸為了迎合我用這同樣的杯子喝啤酒，都用這個杯子喝。我喝的黃酒，我媽喝的可樂。哎，真好。我今天這是放大招，這個是我的大招，這個臭肚魚。哦，因為我們家做飯平時肉很少，10個菜可能全是海鮮或者是蔬菜。像我富貴第一次來我家的時候，我媽勉勉強強給他做了個雞翅，因為我們家平時就是餐桌上就是很少吃肉，都是海鮮為主。富貴，我先替你享受了鹹小卷乾哈。下次那你和富貴一塊回來。我爸說和富貴沒喝夠酒，下次富貴回來時間久一點，喝夠了他。我想想下一個大招我放什麼？我得到我爸我媽的誇獎，我感到很驕傲，我覺得我又行了。我看看我下一個，我再想想。那個雞叫什麼雞呢？燒酒雞。燒酒雞有燒酒雞的味道。你做這些菜吧，和那些菜吧，和那個燒酒雞吧，就是另外一種體系了。就那個是屬於讓我爸媽怎麼說呢？嘗試沒吃過的東西。那這種做這些做法呢，其實是我們青島也會做的，但是只不過這些食材是我從澎湖春人姐那拿過來。這個魚的做法，其實做法都差不多，只不過食材不一樣而已。今天給爸媽放大招，圓滿成功。很豐富。叫他回來啊。好的。我爸一吃開心了，就開始訓練王跑跑。哎呦哎呦哎呦！坐下，哎。哎呀。展展。哎，展展。還展展。我手右手，哎。他能分清左右手，我都分不清左右手。我手左手。哎。問問啊，不吃啊，問問，哎，老爺就吃這種吃啊，問問。老爺。問問啊，吃吧。哎，好了，哎呀，真棒。我那天就和我爸媽在那說，還好我沒孩子，我要有孩子，這孩子得慣成啥樣啊？被他姥姥姥爺，咱就說咱家王跑跑都已經被慣成這樣了，我回來他都不理我，除非我手上有肉，說我要有個孩子。但是我爸我媽，就算是慣下一輩、孫子輩、外孫輩，但是他們該有的原則還是有，不會那種毫無原則的寵溺孩子。好，王跑跑，我們睡午覺了，好不好？